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频频出糗，真实人设更圈粉，笨拙也是一种魅力。这年头，连茶叶都学会欺负人了。看到诚意被一片茶叶咬了的新闻，我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。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，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吗？生活这个老流氓，专挑老实人欺负。诚意在粉丝面前撞玻璃门的视频，我看过10几遍，每次都能笑出眼泪。一个大明星，前一秒还端着架子要迷死果子们，后秒就结结实实和玻璃门来了个亲密接触。更绝的是，他捂着鼻子还要强装镇定的样子。活像只被门夹了尾巴还要假装没事的猫。但你们发现没有，越是这种出糗的时刻，粉丝们反而更爱他了。这年头，完美人设早就不吃香了，大家爱的就是这种会撞玻璃门的真实。记得有次采访，诚意说自己是易受伤体质，我信。看看他都经历了什么，口罩带子说断就断，腰带会突然反抽自己，连路边的石头都排着队绊他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倒霉事总能精准地找上他？因为他从不设防啊！正常人走路都防着玻璃门，他倒好，满脑子都是要给粉丝最好的状态。结果呢？生活专治各种不服，越认真的人越容易被现实打脸。现在打开手机，满屏都是人间清醒的精致利己主义者。他们走路永远昂着头，说话永远留3分，连微笑都像用尺子量过。而诚意这样的憨憨，撞了门第一反应是担心玻璃有没有事，被茶叶咬了还要跟茶树道歉。你说他傻？我倒觉得这是被现代社会快绝种的赤子之心。在这个人人都在表演我很完美的时代，愿意露出软肋的人反而成了稀有动物。我认识个老记者说过，看一个明星红不红，就看他出糗时网友的反应。当年刘德华在演唱会上摔倒，全网都在心疼，某流量明星崴个脚，评论区却全是活该。诚意能被全网当团宠，恰恰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家分得清什么是真性情，什么是装模作样。那些整天端着架子的完美偶像，其实观众早看腻了。就像我奶奶说的，会摔跤的孩子才长得好，从来不摔的怕是瓷娃娃。但话说回来，我们为什么总爱看别人出糗？心理学上管这叫幸灾乐祸效应。看到明星也撞门，我们突然就原谅了自己昨天在电梯里认错人的尴尬。诚意的存在，某种程度上治愈了普通人的生存焦虑。原来光鲜亮丽的大明星，私下里比我还笨手笨脚。这种原来你也会的共鸣，比任何励志鸡汤都管用。难怪有粉丝说，每次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就去看看诚意撞门的视频。不过最让我感慨的是诚意面对这些倒霉事的态度。被茶叶咬了还能笑出声，口罩断了就大大方方用手捂脸。这种随他去的豁达，在当今社会简直像出土文物。我们活得太紧绷了，发条朋友圈要修图2小时，出门倒个垃圾都要全副武装。而诚意教会我们，出糗怎么了？站起来拍拍灰，明天照样敢往玻璃门上撞。这种生命力比什么完美人设都珍贵。想想真是讽刺。娱乐圈天天鼓吹高情商，结果最受欢迎的反而是诚意这种低情商的憨憨。他不懂什么表情管理，不会说漂亮话，连倒霉都倒霉的这么实诚。但观众就是吃这套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众苦虚假人设久矣。我们宁愿看明星真实的摔跤，也不要看他们虚假的走红毯。诚意的走红，某种程度上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。去你的完美，我们要真实。所以别笑诚意老被欺负了。
在这个人人戴着面具的社会，能像他这样毫无保留地活着，本身就是种勇气。下次你在被生活欺负的时候，不妨学学程毅，站起来揉揉撞疼的鼻子，然后对着玻璃门比个耶。毕竟，能被生活选中当受气包的人，往往都是老天爷偷偷宠着的那个。这年头，连茶叶都开始欺负人了。程毅被一片茶叶咬了的新闻一出，网友们笑到前仰后合。但笑过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这样的出糗日常，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没什么区别。生活总喜欢捉弄那些太认真的人，而程毅恰恰就是那个最容易被生活欺负的典型。还记得他在粉丝面前撞玻璃门的视频吗？前一秒还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，下一秒就和玻璃来了个亲密接触。他捂着鼻子，还努力保持镇定的样子，简直就像只被门夹了尾巴却假装没事的猫。偏偏这样的画面不仅没有损害他的明星光环，反而让粉丝们笑着说啊，这才是真实的诚意。在这个精致人设横行的娱乐圈，恰恰是他这种笨拙、真诚的瞬间，更让人感到亲近。程毅自己也曾调侃过，称自己是易受伤体质。这话听起来像玩笑，但看看他经历过的倒霉事，你就知道他没说假话。口罩带子说断就断，腰带会突然反抽，走路还能被石头绊。可你细想，这些糗事为何总是找上他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从不设防。他总是想着如何呈现最好的状态给粉丝，而不是时时刻刻算计自己是不是完美。于是，生活给了他一连串出其不意的小考验。在这个人人都精于表演的时代，诚意显得格外稀缺。有人走路要精心设计步伐，说话要预留余地，连笑容都像是亮过角度。而诚意呢？撞门了，第一反应是担心玻璃有没有事，被茶叶咬了还要对着茶树道歉。别人看起来是傻气，可这份赤子之心却让他在千篇一律的偶像群体里显得格外可贵。心理学里有个说法叫幸灾乐祸效应，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别人出糗，是因为那能缓解自己的尴尬和焦虑。诚意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，一个大明星却比普通人还笨拙。于是，粉丝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，也获得了一种温柔的安慰。原来连明星也会出糗，那我昨天在电梯认错人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。难怪有人说，每次觉得自己很丢脸，就去看看诚意撞门的视频，立刻治愈。更难得的是，诚意面对这些尴尬瞬间的态度，他不会因为丢脸就气急败坏，而是选择一笑置之。口罩坏了，他就大方地用手捂着；摔倒了，他拍拍灰继续往前走。没有过度包装，没有矫情解释，这份豁达反而成了他最迷人的魅力。在节奏紧绷的社会中，这样的随性就像一股清风，提醒大家出糗没什么，真实才最可贵。娱乐圈里常有人鼓吹高情商人设，可真正打动人心的，却往往是像诚意这样低情商的憨憨。他不会说漂亮话，不会时刻管理表情，连倒霉都倒霉的那么真实。观众之所以愿意拥抱他，是因为他们早就厌倦了虚假的完美。一个愿意把软肋展现出来的明星，才更接近观众心目中的真实偶像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被生活绊了一跤时，不妨学学诚意，揉揉鼻子，对着欺负你的玻璃门比个耶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因为能出糗，能大方承认笨拙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。